哪个女人能看得上你这样的条件啊，这么落魄啊？那也不一定。我已经说了，虽然说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将来有钱。作为正儿八经的爱情的话，我觉得他是抛开所有的物质条件的。他如果看上我这个人，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。条件我觉得都是外在的。彩礼我给他2888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，今天来到杭州这边啊，找一位大哥聊一聊他的经历啊。谢谢老哥，谢谢。老哥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75年的，49岁。因为我也是去年离婚了嘛，离婚了，我还是想找一个，还是想结婚的。讲一讲你的经历吧。我是四川人，这个98年大学毕业，毕业过后呢，干过一些，比如说摆地摊、卖水果啊等等。后来呢，就在宁波这一家外资公司里面，从业务员干起，干了大概半年，做了3000多万的业务，马上就升为那个中国区的经理。那到03年过后，我就自己出来，自己做智能化工程，这个利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我在05、06年我就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了。那时候想想，房子、车子、儿子、票子、妻子，五子登科啊，飞黄易死了。因为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，就吃喝玩乐，比如说酒吧喝酒，一晚上要喝个2、3场。我那时候买的包包我是古奇的，那包包1万多块钱。比如鞋子那时候也是买的是菲拉格慕的。那我是0几年的时候，0几年的时候，比如说眼镜那时候普拉达呀，是那个什么保时捷，你看，因为那时候我有钱啊，我就做股票期货，大概输了2000多万，并且我有2套房子已经输了，因为那时候钱来的太快了，感觉无所谓。那么像你现在来说的话，等于是1穷2白了。现在1穷2白，这个也是只能是怪自己，没有办法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听你讲，你还是负债的。对的，对的。负债多少钱啊？负债是100多，但我不欠朋友的，主要是一些银行的信用卡，还有一些网贷。那么老哥，像你现在这个条件的话，我觉得你相亲很难成功啊！哪个女人能看得上你这样的条件啊，这么落魄啊？那也不一定。我已经说了，虽然说我现在就是说是没有钱，但是我将来有钱。那作为正儿八经的爱情的话，我觉得他是抛开所有的物质条件的。他如果看上我这个人，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。虽然说人又老又丑，对不对？又矮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曾经能到财富自由过，我是能赚了钱的，能够东山再起的，是可以的。我现在有几个研发成果了，那有的是可以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水准。我已经总结出来，也是研发出了几套就是可以成功的系统，现在正在面向社会推广。将来会有投资人看上我的，我将来一定是有钱的。哎呀，你都已经50岁了，还谈潜力呢，你这个这个很正常，是不是有点做白日梦了啊？这个不是这么回事。那你可以认为我是做白日梦，对，但是我认为我是实打实的。但问题是，女方现在对你不了解，她怎么能相信你未来能够赚到这个钱呢？那不了解，她就是要慢慢的了解。那么老哥，你讲你儿子也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？我儿子他身心不自由。身心不自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他没法独立的去生活，没办法去沟通，没办法去表达。他是一个什么病呢？他这个现在叫自闭症，叫孤独症。就自闭症是吧？这个我想现在一般人应该是知道的。这个是你大儿子？对对对。是多少岁了？今年？他今年19岁，他是需要我24小时照顾的。那我觉得你来，爸爸抱一下。作为父亲还是蛮负责的，你看。亲爸爸一下。哎呦，这个还蛮恩爱的，和你儿子是吧？对的，因为我是与他相依为命。那么大叔，你对这个女方有没有什么择偶要求呢？女方的年龄我是要求18到34岁，就35岁之前嘛。因为如果要生孩子的话，就35岁之前，因为避免高龄产妇。如果不生孩子的话，就18到39岁，39岁以上的不考虑。因为我喜欢年龄比较小的，因为我前妻也比我小7岁。就像有的女孩子喜欢大叔一样的。我对身高也是有要求的，1.6米以下的是不考虑，因为太矮的话我也不是很喜欢。1.6米到1.88米，1.88米以上的我觉得太高了。你身高多少啊？我身高年轻的时候1.74米，现在年纪大了老了，只有1.72米，缩水了。对体重的要求就是45公斤到65公斤。我觉得如果太胖的话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她对她身材都不爱护，我觉得她对生活的态度也一定不是很好。那么大哥，听讲你这个还会给女方彩礼啊？尽管你现在又负债又没收入的。对的，彩礼我给她2888万。什么？你再讲一遍，多少啊？2888
88888块8角8分。另外还有一些金银啊，一些玉器呀、一些字画呀。你拿什么来给人家？这个彩礼我可以分期，我可以1到5年分期，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财富。不是你这个前后有矛盾啊！你前面跟我讲，你希望女方不是看重你物质，是看重你的内在，那么你还要用彩礼去吸引别人干嘛呢？这个彩礼我觉得是珍重，是相当是我可以像现在很多男人就把工资上交一样的，我所有赚的钱都可以交给他。还有一个就是对他的工作是有要求的，希望一些固定的、稳定的。固定的就说不需要出差，稳定的就是比如说像央国企啊、体制内啊，比如说老师啊、医护啊这一类的。当然有是更好，如果没有就是他自由职业也是可以的。另外就是对女孩子的还是要有房没有房贷，有车没车贷，没有负债。对，就别人不能给你带来压力，问题是你能给别人带来压力。我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困难，如果他有这个诚意，看上我这个人，我们可以互补嘛。另外还有要求就国籍不限、地区不限、分时不限，有没有啊带儿子带女儿不限，要性格好、脾气好、好沟通。因为我跟前妻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只要一切可以沟通，都可以解决的问题。那么老哥，你曾经也是财富自由过，对吧？对。最多的时候财富拥有过多少啊？最多的时候，那时候2套房，每套房是200平方的，现金2000多万，大概在05年的时候。那2套房子加起来值多少钱啊？那时候买的便宜，那时候200-300万。那时候因为我做那个智能化工程的，利润非常高的。你是具体是做什么东西呢？赚这么多钱？就是说除了强电之外的所有的工程，比如说监控啊、有线电视啊、卫星电视啊、网络设备啊这一块的。那么你说那个时候你也是有了钱花天酒地了？那没办法，那时候年轻嘛。比如说都要吃最好的，比如中东豹啊。中东豹什么豹鱼啊？对，中东豹鱼啊。穿衣服要穿名牌啊，比如说眼镜要普拉达呀、菲拉格慕，鞋子要那个保时捷啊，包也是 GUCCI 啊、LV 啊这种。最差的品牌是 Hugo Boss， 还有一个最差的衬衫最差是美国的万宝路。那个时候2000年左右，美国的万宝路还是可以，因为它是牛仔系列，就是比较粗犷一点，就是比较年轻，跟我们这种土老板有钱的这种气质嘛。最差的是这个品牌。那么像娱乐场所呢，那时候会去哪里花天酒地呢？那时候杭州的，比如说金碧辉煌啊。是什么？是夜总会啊？是吗？夜总会啊，金碧辉煌6楼啊，KTV 啊，酒吧呀。看不出来老哥你以前还喜欢去这种地方。对啊，那时候喝酒啊，一晚上喝酒喝3-4场啊，一晚上那至少是7-8万。因为那时候我03年买车的时候，那很多人电动车都没有，买不起啊，都是骑自行车、公交车啊。你那个时候是开什么车啊？那时候开奥迪啊。奥迪？对。有司机吗？那倒是没请司机。那就相当于大老板，在我理解里就是富豪级别。富豪级别，那就是说钱对我没有概念，随便用。随便用的。因为像我前期，我的包里面随时有5万块钱，你要钱你自己去拿就好了。自己去拿。自己拿就好了，我从来不说的。但是看你现在确实是不太像，现在确实是落魄了，对吧？现在落魄，这个鞋子是穿的我儿子的鞋子。衣服嘛，大概是地摊货了，现在。衣服也是几块钱的地摊货。几块钱地摊货。对。那么你具体是因为什么败掉了呢？这个钱？一方面是期货输掉了，因为赚钱赚得太容易了，最主要期货输掉了。另外呢，还是自己的大手大脚，就说超前消费，那败的是越来越快了。在后面的收入慢慢越来越少了，家庭不和过后，到这几年那实在是没办法。这个家庭日常的开支也是比较大，因为我之前家里是2个保姆的。我前期在16年之前是不上班的，专职带孩子的。那么老哥，你现在是带着你的自闭症儿子，你前面跟我讲是房子也没了，现在是在租房子。对。现在是住到哪里去了？不住在杭州了已经。现在我在金华。金华啊？金华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房子500块钱一个月，就最差的那种条件了。我这几年没有办法，都是我哥资助我。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落难，没钱了。对，那么老哥，聊聊你的这个感情经历吧。好的，那我就从那个初恋开始嘛。我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们旁边中专学校的一个16岁的初恋，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分手了。分手了，我有4年疗伤，没有走出来。大概到了04年，快30岁了，我想也应该成家了生意也做得不错，事业做得这么顺，那我觉得我只要回家能够吃一口热饭，随便找一个女的就可以了，只要她长得漂亮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随便找一个你还要长得漂亮，对，所以说呢，要求也不低啊。
对我同学嘛，把他表妹老家四川的，他跟我介绍嘛，我们见了2次面，就领执照了。领执照什么意思啊？就结婚了嘛，领证了嘛。领证就是。对，因为第一次见面，大概了解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人长得还不错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他也看上我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看上我，相对我人也还可以，又是老板嘛，又是大学生啊。因为他是小学毕业的。春节第一次见面嘛，第2次见面就是在情人节这天，我给他一个惊喜，我打飞的从杭州到成都，回去给他送了一束花，我就向他提出我们结婚算了，所以说他也同意了。你们等于就见了2次面，就见2次面，他就同意了。对，因为我认为他人长得也可以，人也聪明，学历无所谓了，学历无所谓，因为我不在乎这个东西，只要他外在的是可以的。所以见了2次面我就领执照了，这个也导致我们结婚过后长达将近就20年的婚姻战争，慢慢的就是说一些性格啊，包括我自己性格也不是很好，最主要的是性格不合，再加上我自己之前也有大男子主义，对他一些关爱，相当于疏忽了他的感情，相当于他给钱给他就行了，他认为我是不爱他，实际上我是爱他的，只是我没有表露出来，因为我是做生意嘛，可能那个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多，因为我有钱嘛，那时候做生意赚了钱，我就让他在家里也请了2个保姆，他在家里操持家务就可以。他的原生家庭也不好，我的原生家庭也不好，就导致我们经常吵架，经常一句话。比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在深圳出差回来看见冰箱里面还有肉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你还吃肉，他就生气了，他就可以冷战，他给我10天半个月不讲一句话。再加上慢慢的觉得有小孩了，觉得对小孩子也是个伤害，那么在08年的时候，我就法院起诉他的，他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们不离。这次我又不忍心。08年你想跟他离婚的，后来没离成。对，因为他一句话嘛，他说我们不离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所以我就撤诉了。后来就是我们又有了第2个孩子，有了第2个孩子过后呢，因为总是为了孩子一些学习方面呢、教育方面呢，我们的差别比较大。还慢慢的呢，他可能认为就是我赚了再多的钱是我的钱，而不是他的钱。他在家里操持家务呢，就相当于我没有看到他的付出，所以说慢慢我们的矛盾是越来越大。所以去年我们通过法院离婚了。之前我们分合也无数次，分合无数次啊。对，我搬出去2、3次，因为后面就是砸东西啊，就把我的电脑砸烂几次啊。比如在00年的摔手机要摔20多个手机，摔了20多个手机，摔了又买，就你们俩互相摔了有20多个。我记得最早出来的是苹果4 iPhone 4啊，对，1万多啊，还要打人。他还会打人啊，因为之前呢我也打人。我觉得前期虽然说我们分手了，但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持家的人，只能是怪我自己不好。因为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失去了才知道珍贵。现在慢慢的回想出我的感情路，我觉得还是我自己不好。我活到110岁的时候，他80岁了，我可以放心去死。相当于我们是地球人，他是哪个星球的我们不知道，就他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不知道。抱下爸爸，亲一下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快，来到杭州这边啊，继续来采访一下这位很有经历的大哥。那么老哥啊，听讲你和你前妻啊有过2个儿子，2个儿子分别都是有点问题的，是吧？大儿子是什么问题？现在大儿子他是那个孤独症、自闭症，他身心不自由，这是国外的说法，不能自理的。他吃饭呢、洗澡啊、穿衣啊，这些都要我，24小时需要我。24小时陪着你儿子，等于是你上班什么赚钱也做不了了。那没办法呀，那我要24小时照顾他，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去进厂打螺丝，也没法去开网约车，也没法去跑外卖，甚至当保安我都没有办法。那么你现在就是说收入来源是什么呢？收入就是儿子的低保970块钱1个月。你不能申请低保的，反正是你儿子申请的低保。政府在想办法，也在想办法。只要在他们政府的政策范围内，一直在给我想办法。那你和你大儿子现在等于是2个人，你说房子也没了？房子没了，2套房子200平方都卖掉了。你说你之前做期货输掉的，期货输掉了。那你们俩现在是前面讲住在金华的一个出租屋里面？对。那么大哥就是说他这个自闭症的话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也不太了解，就是他可能智商也是有点偏低下的，是吧？智商不叫低下，是这样，就是说有10%的是比较超前的，20%的是正常的，可能70%的是低下，但他这个他只是理解不了，
就沟通不了，他智商不能下定，他就低下。他智商有没有测过啊？测过的就你测不准啊。相当于他这种孩子就是星星的孩子，相当于我们是地球人，他是哪个星球的我们不知道，就他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不知道。但我跟他，比如说我们是默契的知道，比如说我让他抱一下我，他会抱我，比如说我给你看看啊，过来抱一下爸爸，站起来，抱一下爸爸。啊，长哥，亲一下爸爸。哎，你儿子听话还是蛮听话的，是吧？对，我跟他就是说那个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。这辈子只要我在，他在。其实哥，我真的我有点话说不出来。我最大的目标，并不是我要财富自由挣多少钱，而是我希望我能够活到120岁。那时候，我的儿子，算了，他现在没有妈妈，很惨。他妈妈也不要他。我活到110岁的时候，他80岁了，我可以放心去死。那么你小儿子是什么问题呢？小儿子正因为我们家庭一些状况，小儿子他是重度抑郁、重度焦虑、偏执性格，是后面产生的。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家庭环境因素造成的。哦，你大儿子是就天生的？大儿子是天生的。对。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非常对不起他们。我小儿子他也不原谅我，因为有这么一个爸爸，他不原谅我。因为小时候，因为我也受我原生家庭的影响，我也是打骂教育，我经常打我小儿子。在小学6年级之前，我经常打我儿子，一句话不对我会打他。所以现在我小儿子他对我，他也不原谅我。他说过，爸爸，除非你去死，我才原谅你。小儿子去年打我。去年有2次打我，也惊动了报警。小孩子打你啊？对。那么你们没带他去这个治疗吗？这个重度抑郁？这个现在我也无能为力，将来我会带他去。因为杭州的心理治疗师啊，大概是1800到1000多1个小时，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承受。将来我有那个能力承受了，我还是会带我小儿子，我会给他做一些心理治疗，就家庭治疗，并且我也会给我前妻也会去让他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家庭，像我前妻，包括我自己，应该是有严重的心理问题。那么你认为你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呢？我认为我这么的不计后果，自己没有留透露。比如说我财富自由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多买几套房，或者说给我前妻留1套房，对不对？或者我给我前妻给他存一点钱，或者怎么样？但我没有做。那么你前妻现在有没有重组家庭呢？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带你小孩子去看这个心理毛病呢？他也没有带小儿子去看，为什么？他不认为小儿子是有病，是有问题。是吧？那么你小儿子这个重度抑郁是确诊的还是什么呢？确诊好，他还不相信，他认为是没有问题，他认为是我有病，我认为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心理问题，因为像我这种曾经有财富自由过的，现在落入这个地步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我觉得非常非常不正常，非常非常奇葩的。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去看，下辈子不做期货，老老实实上班，哪怕前程银行，我这个钱都在的。那么老哥讲讲你之前做期货输掉2000万和2套房子的这个经历吧。这个比较早，06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为我05年之前就已经财富自由了，早富不是个好现象，因为有钱了就会乱弄了，就寻求一些刺激的东西了。先是玩股票玩久了，我觉得这个不够刺激，后面呢我们就是那个玩期货。那时候期货开户起步要10万，开户会10万，那是有钱嘛，一下子充个20万，过去可能2天输光了，2天输光过后再充个50万，可能2-3天输光了，再充个100万，可能就是1周输光了，后面再充个100万，可能就是说半个月或者1个月输光了，就输得越来越慢，那证明我的技术是越来越好，就汲取了经验教训了，对不对？后面一共大概期货大概输了2000多万。那么你期间等于是一直在输了，慢慢点积累起来的。一直在输啊，有赢输赢了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输了过后，那么我觉得相当于我少做一个项目，我一个项目赚大几百个，那我觉得无所谓啊，少做一个项目就好了。那有时候客户几千万的客户跟客户让2个点，够我输好几个月了呀，那是来钱来太容易了呀。那么你输了2000万现金，那么后面怎么会把房子也卖掉了呢？那现金输完了过后，那我们房子去贷款去抵押，实在不够了，后面房子卖掉了呀，卖掉继续去，那继续啊，那时候总认为我还能够起来。但后来过后呢，因为有些家庭的因素，家庭也不顺，自己有些情绪化，一些方方面面，那慢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那个后面的资金也跟不上了，最主要的就是之前的习惯没有养好，觉得钱是无所谓，就没有把钱当钱，所以这么个情况。那么你现在是等于
一无所有了。除了我有一条命在，一无所有。未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再选择做期货吗？下辈子不做期货，老老实实上班，哪怕前程银行，我这个钱都在的，这一代下一代用不完。那老柯，你对于现在这个行情来讲，你觉得还是放在银行最可靠了，是吧？可靠，它至少银行是在的。你放的几大银行嘛，放的国有大银行嘛。我建议非专业人士不要投资啊，不要投资。重要的话说3遍，所有的投资都不要投资，不要投资，投机的这种不要去做，不要去。你老老实实，哪怕你买房，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；哪怕你买车，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，为消费做贡献。国家它也是把那个经济流动起来，也是个好事情。你投机的话，这个风险呢，所以说就是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入市需谨慎。对，我普通话不标准，不好意思。你们四川人这普通话，对，普通话不标准，这个没办法。好的。